自那晚目睹了交易之后，陆景飞对沈燕的态度从原先的困惑与审视，彻底转为了冰冷的漠视。他将那份出色的海报设计稿交给了项目指导老师，获得了高度赞扬。老师问起设计师时，陆景飞只是淡淡地说：“是沈燕做的。”语气平淡的像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实。他不再试图去探究沈燕背后的秘密，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看到了真相，那个真相让他感到恶心，也让他为自己之前的动摇感到羞耻。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完成这个该死的项目，然后与沈燕这个人彻底划清界限。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天气骤变，铅灰色的乌云沉沉地压在城市上空，空气湿热而粘稠。一场酝酿已久的暴雨终于倾盆而下，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窗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密集声响，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冲刷一遍。陆景飞结束了在法学院模拟法庭的辩论赛，开车回家，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疯狂地左右摇摆，却依然难以完全刮进那一片模糊的水幕。城市的交通在暴雨中陷入了半瘫痪状态，主干道上堵得水泄不通。他烦躁地转动方向盘，拐进了一条他平时绝不会走的老旧后街，试图抄近路。这条后街狭窄而昏暗，两旁是些老旧的居民楼和各式各样的小店，24小时便利店，生意冷清的五金店，招牌已经褪色的面馆。霓虹灯的光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晕染开来，混杂着积水的反光，显得迷离而颓败。这里是城市的另一面，是陆景飞所不熟悉的，充满了生活粗粝感的角落。车子缓缓驶过一个路口，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猛地从旁边一条更窄的巷子里冲了出来，径直冲向马路。陆景飞瞳孔一缩，几乎是本能的一脚踩下了刹车，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摩擦声，车头在离那人不到半米的地方堪堪停住。陆景飞的心脏狂跳了几下，一股怒火涌上心头，他正要降下车窗破口大骂，却在看清那人时，所有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是沈燕，但那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沈燕。他浑身都湿透了，柔软的黑发被雨水打湿，一绺一绺地粘在苍白的额头上，雨水顺着他清晰的下颚线不断滴落。他身上穿着一件单薄的黑色 T 恤，湿透后紧紧地贴在身上，勾勒出他清瘦的近乎嶙峋的骨骼。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差点撞上他的豪车，也没有注意到车里的人是谁。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怀里紧紧抱着的东西上，那是一个白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药盒，被他用整个身体护着，仿佛那是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他的脸上没有了往日的平静和冷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几乎要将他整个人都撕裂的焦急与绝望。他的嘴唇毫无血色，微微张着，急促地喘着气。那双平日里深不见底的眼眸，此刻因为巨大的恐慌而瞪大，里面盛满了陆景飞从未见过的脆弱的恐惧。这一幕与几天前在画廊门口那个冷静地接过厚厚信封的沈燕，形成了天与地般的巨大反差。如果说那个沈燕是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冷硬的黑曜石，那么眼前的这个沈燕就是一块在风雨中飘摇的濒临破碎的薄冰。沈燕踉跄了一下，似乎才从惊魂中回过神，她没有看陆景飞的车，只是用手背胡乱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然后抱着怀里的药，转身就朝巷子的另一头跑去。她的脚步慌乱而虚浮，像一只在暴风雨中找不到归巢的受伤的飞鸟。陆景飞怔怔地坐在车里，一动不动，他的目光下意识地追随着沈燕消失的方向，然后落在了他刚刚冲出来的那条小巷。巷口没有路灯，只有一个破旧的勉强亮着灯的招牌，上面的字迹已经斑驳，人心社区诊所。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正规，但它所处的位置和那几乎要熄灭的灯牌都昭示着这并非一家大型正规医院，更像是一家开在暗处的收费或许更便宜的地下诊所。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那包被他视若珍宝的药是给谁的？他脸上那种世界末日般的绝望又是为了什么？陆景飞的大脑陷入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混乱，他用力地捶了一下方向盘，发出沉闷的砰的一声。他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沈燕，给他贴上了拜金、冷漠、不择手段的标签，将他归入了自己鄙夷的那个类别里，然后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将他摒弃在自己的世界之外。可今晚这一幕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碎了他自以为是的判断。那个雨夜里狼狈奔跑的，眼神里充满绝望的沈燕，与那个在画廊门口冷静交易的沈燕，哪一个
才是真实的他。或者说，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共同构成了一个他完全无法理解的矛盾的整体。雨还在下，疯狂地敲打着车窗。陆景飞坐在黑暗的车厢里，良久，他重新发动了车子，但这一次他没有离开，而是将车掉了个头，缓缓地、不远不近地跟上了沈燕消失的那个方向。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他那个所谓的社会学观察，从这一刻起才真正开始。